乌炮轰俄大型弹药库，炸俄突击部队，100亿防空系统被毁。乌军狂扫东线，俄100万导弹轰3人成笑柄，俄军最后油库沦陷。米格29精准空袭俄指挥所，克里米亚雷达报废，俄军防线连环受创。乌军震撼一击，24小时连击俄能源与军工命脉，前线保障现危机。欧洲26国联手乌克兰，部署保障部队威慑俄罗斯。德国建5个作战旅，乌远程打击能力大爆发，射程直指莫斯科。以色列轰炸加沙指挥塔，胡塞高超音速导弹直击以色列北部。过去24小时，乌克兰军队在多个战线取得重要进展，俄军继续承受重大损失。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对波克罗夫斯克南部的俄军弹药库发动了打击，并取得明显效果。根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9月4日前后，乌克兰部队向俄军控制的塞利多沃地区发起新一轮进攻，目标正是一座大型弹药库。据悉，这个大型弹药库距离前线仅约8公里。从爆炸威力来看，该弹药库几乎不可能安然无恙。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库区爆炸后浓烟滚滚，而一名俄军士兵竟在火光映照下若无其事地走动，最后缓缓走向拍摄者，并说：“糟了。”事实上，摧毁俄方的军火库已成为乌军近期的重要作战方向。稍早之前，第45炮兵旅也在前线发动精准打击，炸毁了一处俄军野战弹药库，爆炸规模甚至比塞利多沃还要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打击点集中在波克罗夫斯克南部要地，对俄军进攻构成了实质性牵制。近来，乌军已在红军村南部与西南方向不断推进，并陆续收复了新经济镇和乌达奇内，逐步将零散反攻连成一片。与此同时，俄军则不甘失守，甚至尝试通过下水道潜入波克罗夫斯克发动袭扰，但收效甚微。在波克罗夫斯克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第425突击团袭击扎特绍克，俘虏9名俄军士兵，并收复博伊基夫卡、扎特绍克等阵地。与此同时，乌军对潘基夫卡、诺沃托列茨克和新经济城发起攻势，成功夺取新经济城，并向马利尼夫卡方向推进，试图包围俄军，夺回过去几个月俄军高成本占领的阵地。还有消息显示，近期俄军在科斯加扬季尼夫斯克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活动明显增加。最新卫星图像显示，顿涅茨克地区出现大量俄罗斯军事装备部署，这些部队可能隶属于第155或第40海军陆战旅。其中一张照片确认，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已驻扎在被占领的塞利多夫。据报道，这2个旅将承担莫斯科计划中的顿涅茨克决战的主要作战任务。还有消息显示，乌军凤凰突击队展开精确打击，摧毁了多辆载有人员和补给的车辆，其中包括2辆汽车、1辆单独汽车、1辆卡车，同时击毁1挺布汉卡式自动炮、1挺 MSTAS 火炮，并烧毁1辆坦克，进一步削弱了俄军前线作战能力。另有视频显示，一架米格29战机投下 GBU-62精确制导炸弹，成功摧毁了马利尼夫卡村的一支俄罗斯突击部队及其储存的弹药。还有消息指出，在顿涅茨克方向，乌克兰国民禁卫军第27佩乔尔斯克旅拉扎尔特种部队成功摧毁了一套价值约1000万美元的俄罗斯 Buk-M1 SA-11-17 防空系统。在苏梅地区，乌克兰军队已向金德拉蒂夫卡东北部推进。第225突击营黑天鹅发布的视频显示，俄罗斯空军对该地区乌克兰防线进行了空袭，画面记录了轰炸瞬间及防线的紧张状况。在前线还上演了颇具讽刺性的一幕，俄军最近在金德拉蒂夫卡使用了4枚导弹打击乌军一支仅3人的侦察小组，总价值高达1200万美元。然而，导弹只在战场上掀起滚滚烟尘，3名乌军士兵毫发无损，最终只是免费看了一场烟花秀。有消息显示，俄军在库皮扬斯克试图升旗拍摄视频，以对外宣称已控制该地。然而，这一场宣传秀很快遭遇乌克兰第10军反击。战斗结束后，
乌军不仅击退了这支小分队，还收缴了俄军的3色旗。类似情况并非首次发生，俄军屡次在达卡摆拍时遭无人机轰炸，成为战场笑柄。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无人机还摧毁了卢甘斯克州最后一个油库。据网络视频显示，这次行动得到了 A10游击队及地下抵抗网络的协助与引导。该油库是俄军第4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的关键燃料供应点，其失守对俄军前线保障造成直接打击。卢甘斯克州是乌克兰东部4州中被俄军控制最广的区域，乌军控制区仅剩几十公里。虽然俄军的油料供应仍在维持，但局势显示前线后勤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俄军也不断发动空袭，例如切尔尼戈夫附近的排雷人道主义小组遭攻击，造成2名志愿者死亡，3人受伤。俄方宣称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击中了乌军远程无人机部队，但实际情况尚待核实。前线局势扑朔迷离，近期出现大量俄军插旗照片与视频，主要由俄军侦察无人机拍摄。许多地区被俄方宣传为占领区，但实际控制权存在很大灰色地带。一旦乌军发起反击，局部失误往往导致俄军高层付出沉重代价。乌克兰南部战场同样陷入激烈交火。自前夜起，乌克兰空军与炮兵部队对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展开大规模轰炸。扎波罗热的俄军阵地、指挥系统及武器库接连遭到制导炸弹与 GMLRS 火箭弹袭击，爆炸声此起彼伏，至今仍未完全停歇。而且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多次插旗行动被摧毁，损失持续增加。赫尔松方向，乌军第40海防旅在第聂伯河三角洲击沉一艘满载俄军士兵的船只。莱曼方向，乌军第3突击旅逐步清除德科杜布工业区的俄军阵地，进一步压退敌军。在赫尔松左岸的奥列什基，乌军则罕见出动米格29战斗机实施精确打击。战机在空中机动后投下了一枚 AASM 锤子制导炸弹，直接命中俄军指挥所。现场画面显示，大楼瞬间被炸出多个巨大缺口，滚滚蘑菇云腾起，指挥系统遭到重创。可以预见，南部战场的冲突在未来几天仍将持续升级，乌军的密集打击或将对俄军的整体部署造成更大压力。还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军事情报局操作的神风无人机对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境内俄罗斯雷达系统发动袭击，目标包括4816 K1 Podlet 和55 CH6M Nibom， 对俄防空网络再次造成打击。据 RBC 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近日发布了黑海和克里米亚作战的独家画面，时间大致在8月底至9月初。视频显示，乌克兰情报总局特种部队使用 FPV 无人机击沉了一艘 BL680 型潜艇，同时摧毁了俄军的一部鱼叉 B 雷达、一套 Groza 电子战系统及4套通信天线。乌军甚至小规模登陆克里米亚，对俄军阵地造成破坏，并带来人员伤亡。尽管莫斯科方面否认乌军登上克里米亚，但近期克里米亚频频遭袭已是不争事实。俄军的防空系统和多艘舰艇此前也先后被击毁。过去24小时，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系统发动了高强度攻势，连续袭击3大关键设施，其中梁赞炼油厂的爆炸最为引人注目。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当地时间9月5日凌晨，乌克兰第14无人机团出动对莫斯科东南约200公里的梁赞地区发动突袭。不久，当地传出巨大爆炸声，夜空中火光冲天，熊熊烈焰与滚滚浓烟在梁赞上空蔓延，远至莫斯科郊外都能听见轰鸣。埃克西莱诺瓦对照片和视频分析显示，此次袭击可能针对 ELOUAVT-6 装置，一座电拖延与长减压蒸馏设施。官方年处理能力为600万吨，但部分老旧装置现代化改造后，产能可提高至2至2.5倍。梁赞炼油厂为俄罗斯4大炼油厂之一，年产1710万吨，占全国产量 6.1%， 与莫斯科距离极近。此次受损预计将影响首都能源供应。基辅方面已确认袭击， NASA 卫星图像也捕捉到火点。
早在8月初，乌军就曾打击该炼油厂。这次行动进一步显示，乌克兰已将俄罗斯能源设施列为核心打击目标。此外，当地时间深夜，俄罗斯利佩茨克地区叶列茨市遭无人机袭击。当地报道称，目标可能再次锁定了能源厂 Energia。这是乌军第3次打击了该工厂，这里主要为无人机提供电池，并生产航空与海军系统的动力装置，对俄军作战能力至关重要。从整体来看，乌军这一轮行动高度针对性，瞄准的正是俄军的能源与军工命脉。梁塞炼油厂、卢甘斯克油库、叶列茨电池厂3点连环打击，显示出乌方试图通过斩断燃料与动力来削弱俄军持久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乌克兰总参谋部还公布了对俄罗斯本土的空袭细节。乌军2天前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新彼得罗夫卡的第41摩托化团指挥学校，大楼被完全摧毁，数栋建筑坍塌。另外，乌军无人机深入俄别尔哥罗德地区，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及加油站等目标，持续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库尔斯克方向，乌军稳固控制区域，并不断打击俄军关键目标。2025年9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主持的志愿联盟线上会议后宣布，26个欧洲国家将在俄乌达成停火或和平协议后，联合向乌克兰部署地面、空中和海上保障部队，以确保乌克兰军队规模和作战能力不受限制。具体兵力规模尚未公布。会议由马克龙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共同主持，共有35国参与，核心议题为乌克兰安全保障。会议期间，与会领导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美国将在未来几天明确对乌安全保障的具体支持方式。若俄罗斯拒绝和谈，欧洲与美国将联合对俄实施新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欢迎，但指出未看到俄罗斯结束冲突的意愿，乌克兰将继续借助外部力量与俄罗斯周旋。欧洲方面，此举不仅是支援乌克兰，也旨在扩大在东欧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北约在其中扮演重要推动角色，使保障部队可能成为对俄罗斯的长期军事威慑。俄罗斯则强烈反对，外交部称不会允许外国军队在乌克兰部署，并视此举为严重安全挑衅。外界认为，此次会议释放出3个重要信号：一是欧洲已将重点转向战后安全安排和乌克兰长期防御建设；二是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保持高度一致，目标是长期削弱俄能源及经济；三是美国态度摇摆，欧洲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弥补华盛顿的不足。报道称，特朗普与欧洲领导人通话时争论激烈，将战争责任归咎于欧洲，指责其购买俄油支援俄军，但欧洲领导人驳斥了这一说法，指出大多数国家已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综合来看，欧洲26国的保障部队部署和持续远程武器援助将加剧俄乌对峙，使东欧局势更加紧张。然而，从长远看，这些军事举措难以彻底改变战局。俄乌战争可能最终以平局收场，俄罗斯无法完全占领乌东4州，乌克兰也难以完全收复国土，局势或冻结于停火线。尽管如此，持续援助和自主研发正在推动乌克兰军事实力成长，使其成为新的区域军事强国，这可能是这场持久战带来的最大战略变化。另外，2025年9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就乌克兰局势发出警告。他表示，如果和平协议达成，乌克兰境内的外国军队将被视为俄罗斯合法的摧毁目标，部署这些军队既没有必要，也可能带来直接风险。普京指出，如果任何军队进入乌克兰，尤其是在当前冲突期间，我们将把他们视作合法打击对象。如果达成能够实现长期和平的协议，那么他们留在乌克兰就毫无意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态称，外国军队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有效安全保障。他强调，乌克兰的安全不能依靠欧美或其他外国军事力量来确保。任何外国部队，尤其是北约军队，如果出现在乌克兰境内或靠近俄罗斯边境，我们都将视其为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志愿联盟会议之外，欧洲还决定
持续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武器。英国和德国此前已提供部分远程导弹及相关技术支持，如今援助将进一步扩大，乌克兰将获得更多远程打击手段。英国计划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采购弹药、零备件及维护服务，并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600公里的夜幕远程导弹。更高性能的新型导弹如 FP9 正在研发中，一旦量产，可覆盖俄前线及圣彼得堡、莫斯科等目标，但能否短期内投入实战仍存不确定性。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供应，而是全面介入乌克兰的军事建设和军工体系重建。根据官方信息，德国承诺协助乌克兰组建5个旅级作战单位，同时提供数百辆先进装甲车辆和防空系统。这意味着乌克兰不仅能够补充前线部队的装备缺口，还能够提升整体防御和机动作战能力，使乌军在面对俄军的持续压力时拥有更强的自我防护与反击能力。更重要的是，德国与乌克兰正在合作生产巡航导弹，并为远程打击武器的研发与量产提供关键技术和资金支持。德国防长皮斯托里斯曾公开表示，对乌方在德方资助下的远程武器研发合作进展非常满意。这表明德国不仅提供现成武器，还在帮助乌克兰重建一套完整的军工体系，包括生产、研发和技术培训。如今，乌克兰已经具备量产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能力，并不断尝试研发更新型号，包括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然而，真正的难题在于产量。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射程可达1000公里的海王星对地巡航导弹每月产量不足10枚，射程不足300公里的改进型海王星月产量也只有15到20枚。备受关注的火烈鸟巡航导弹被视为乌军最具潜力的远程打击武器，未来月产量可能提升至100枚以上，但眼下的实际数字仍是未知数。至于雷霆2弹道导弹，更是尚未进入规模化生产，推测月产量最多不超过3枚。与之相比，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M 形成了鲜明对照。该型导弹月产量高达50至60枚，并在俄军对乌大规模空袭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火力对比的差距几乎一目了然。回顾战前，乌克兰其实曾经拥有更强的潜力。早在数年前，基辅研发了一款名为科尔舒的远程巡航导弹，性能可与美制战斧、俄制 KH-101和口径相媲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项目在2020年后因资金支持中断而被迫搁置。如今看来，这是乌克兰在战前犯下的最大战略性错误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军事报道透露，火烈鸟制造商 Firepoint 正在研发2款新型弹道导弹，其中之一的 FP9 性能相当惊人，射程超过850公里，最大速度2200米每秒，飞行时间约520秒，战斗部重量达800公斤，打击精度在20米左右。换句话说，这种导弹一旦量产，不仅能够覆盖俄军前线阵地，更能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问题只剩下一个：乌克兰能否在短时间内真正实现量产，并将其投入实战？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当下的最大隐患并非有没有武器，而是能生产多少。产能瓶颈决定了战场上的弹药储备，而弹药储备则决定了一场战争能否坚持到最后。当地时间9月4日至5日，中东局势急速升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进入新一轮激烈对抗。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对加沙城的 Al-Mashtihah 塔实施拆楼行动。官方称，这栋高层建筑不仅是住宅，还被哈马斯改造成地下指挥中心、狙击点、反坦克阵地和逃生通道，对以色列地面部队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决定精确打击。然而，这类打击存在潜在平民伤亡风险，引发关注。此前，以色列防长卡茨已向部分居民楼发出撤离通知，表明地面攻势即将升级，并强调若哈马斯不释放人质并解除武装，将持续进行军事行动。哈马斯则利用人质视频施压西方，试图干扰以色列行动，但以色列方面显示出更强硬立场，不再完全受制于人质威胁。
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连续2天向以色列发动攻击。9月3日晚，他们宣布发射巴勒斯坦2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命中以色列敏感目标，并派无人机袭击海法北部地区。胡塞方面称，这是对以色列袭击的回应，同时声援加沙民众。以色列国防军称，成功拦截部分来袭导弹，其中包括集束弹头，但有些导弹威力仍大，拦截难度极高。此前几天，胡塞武装已多次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包括针对红海北部货轮和本古里安机场设施，使用集束弹和高爆战斗部，其技术与伊朗相关，威胁范围广，杀伤力强。这轮冲突显示，胡塞武装与以色列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军事行动密集且高技术化。高超音速导弹与集束弹头的投入，使现有防空系统面临极大挑战，也可能引发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担忧冲突升级对地区及全球安全的影响。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意味着中东的不稳定仍将持续，和平仍需时间等待。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